破相而入道，无我而见佛。欢迎收看《金刚经》系列影片第14期，让我们一起听佛语，现本性。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行善积德，多做好事会有福报，于是我们努力布施，帮助他人，捐款捐物，参加公益，心里总怀着一个美好的期待，是不是做得越多，福报就越大？是不是多付出一点，命运就会变好？但修行一段时间后，我们却开始疑惑，为什么我明明做了很多善事，生活却仍充满困境？为什么我那么用心帮助别人，对方却不懂得感恩？更令人心寒的是，有时候一场善行换来的却是误解、伤害，甚至毫无回报。这一切的疑问，佛陀在《金刚经》中早就说得很清楚。他指出我们修行的关键盲点：我们行善了，但却住相了，这就是问题的根源。佛说，菩萨于法应无所住而行于布施，意思是真正的布施不能有执着，不能落入对施者受者与施物的分别心理。因为一旦住相，即使我们做的是善行，看似有功德，实则与真正的智慧与解脱无关。这就像种子撒在石头上，看似努力，却注定无法发芽。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解开这句经文的真正密码。什么是布施不住相？我们该如何行善，才能真正积聚福德，而不是白忙一场？这不是一场理论的说教，而是关系到我们每一位修行人最根本的心念转变。布施不住相，这句话看起来简单，实则蕴含着佛陀对修行者最核心的提醒。所谓布施，是佛法中极重要的修行之一，是培养慈悲心、破除我执的第一步。而不住相，则是指在布施的时候，不应该执着于任何形式上的对象、过程与结果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行善时，如果心里还住在我在行善，对方接受我的帮助，这样我会积功德等想法里，就已经落入了分别与执着，与真正的清净功德相去甚远。佛陀在《金刚经》中说得极为清楚，菩萨于法应无所住而行于布施。所谓不住色布施，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，这句话揭示了布施时心态的关键。不住色声香味触法，也就是说，我们不能被外境所迷，不能因为布施的对象长相可怜或态度感人而起分别心，也不能因为施物多寡、名声大小而生我慢心或贪图回报之心。举个例子，我们捐款给灾区时，如果心里想着我做了这件好事，希望来世得福报，我这笔钱能不能上新闻，我对这些人有恩，他们应该感谢我，那么这一份布施虽然表面上是善行，实际上却被我向人相施物相给污染了，成了一种带着执着与分别的行为。住相其实就是住在相上，住在表象形象外在的一切分别心上。佛法中强调离相得实相，意思是唯有放下对万事万物的执着，才能见到事物的真实本质。住相的布施是带有条件的，是在计算与期盼之中进行的，而不住相的布施则是不为自己，不为他人，发自清净本心的慈悲与智慧之举。这正是佛法中所说的三轮体空，施者、受者与施物，三者皆空，才能成就真正的功德。那么为什么住相会没有功德呢？因为佛教中的功德并非我们以为的那种计分制，也不是积多少善业就换来多少福报的机械逻辑。真正的功德是来自于清净无染的心，是在布施中破除我执，放下贪恋，提升慈悲的那一念心。相反，如果我们心中执着于功德本身，把行善变成一种投资，甚至沾染名利心，那这种布施只会增长我相，反而强化轮回的因，与解脱背道而驰。佛陀在杂含经中也说，若以欲心布施，虽有福报，终不得解脱。这句话再明白不过。行善若心存欲望，虽有福报，但那是生死轮回中的福报，不是真正导向涅槃的功德。我们可以再以现代生活为例来理解，有些人捐款做善事，却在网络上四处张扬，标榜自己的爱心；有些人布施帮人，却在事后反复强调我帮过你，你别忘了。这些行为
其实就是典型的住相布施。这样的善行也许能换来一时的掌声或回报，但它的果报是有限的、短暂的，甚至会引发新的烦恼和执着。唯有在布施时如虚空般无求无执，才能打破我相与法相，才是导向智慧与解脱的正道。所以布施不住相，一句话点破布施的真相，不是不布施，而是布施时要放下分别心、功利心、我之心。行善不是为了积分得奖，而是为了修正我们的内心，让那颗本具的慈悲心能在无助之中自然地升起。当我们的心真正做到不住于布施的对象、行为与结果时，才真正踏上了布施的解脱之道，也才能成就佛陀所说的无相功德。这才是佛法中最深刻、最清净的善性原则。在我们的日常观念中，做好事有好报似乎天经地义，所以我们布施时会期待一些回报，不是物质上的报偿，就是别人的赞美与感恩。但在佛法中，这样的布施方式却被称为住相布施，而佛陀明确指出，住相布施不但不圆满，甚至可能没有真正的功德。这听起来让人困惑，明明做了好事，为什么没有功德？这就要从佛法对功德的定义与住相的本质来深究。住相是什么意思？在佛教中，所有一切相都是指我们心中对事物的分别与执着。比如，对我这个行善的人有执着，对他这个受布施的人有分别，对这是我捐的物品有执念。当我们布施的时候，心中若起了这三种观念，就是《金刚经》中说的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。这些相一旦成立，我们的心就不再清净，而是落入了计较、比较、取舍之中。佛陀说，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，则非菩萨。这句话的意思非常直接，一旦有了分别执着的心，就不是正在修行的菩萨，也不是在积功德，而是又在造业了。为什么这样的布施没有功德？因为真正的功德并不只是外在的善行，更关键在于内在的心是否清净无染无执。功德的本质是断烦恼、减我执、增智慧，而不是外在的行为表现。如果我们布施的背后是为了求名、求利、求福报，那其实就是贪欲心在作祟。这样的布施不但不能断烦恼，反而加深了贪著与我慢，把布施变成一场轮回的交易。因此，即使这样的行为在世间看起来是好事，但它并没有导向解脱，反而可能将我们绑得更紧。佛陀在《增益阿含经》中说过，布施求福报者，如商贾之人。意思是，若行布施只是为了福报，就如同做生意买卖一般，内心的起点仍然是得失心，并没有跳脱凡夫的思维模式。这样的善行虽有善果，却只是世间福报，会耗尽、会变化，无法处理生死。而出世间的功德是建立在无住、无求、无我之上，是心地清净、自然流露的慈悲与智慧，是能导向涅槃解脱的清凉之道。再举个生活中的例子，一位母亲把钱捐给寺庙，心里却一直想着，我捐了那么多钱，师父应该特别为我加持保佑我家平安。甚至在寺里没得到关注时心生不满。这种布施其实已经变了质，外在是善，内在却是攀缘心、交易心、功利心。这样的善行虽可能带来暂时的福报，但终究不是清净功德，无法转化我们的烦恼根本。相反，如果一个人布施时毫无计较，不求任何果报，只因内心的慈悲自然流露，即便只是布施一碗水、一句安慰话语，这样的布施却能产生无量功德，因为它不是从贪嗔痴的杂念出发，而是从无住、无我、无求的心出发。这才是真正的波罗蜜布施，即到彼岸的布施，能引导我们超越烦恼，达到解脱。我们必须明白，佛法从来不是以结果来衡量善恶，而是以心念为根本。佛教修行的重点在于转化内心，断除执着，布施也只是修行的手段之一。如果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反而增长了我慢与贪著，那不但无功德，甚至会因此种下未来的烦恼与障碍。总结来说，住相布施无功德，不是否定布施的价值，而是提醒我们，真正的功德来自于那颗不染分别、不求回报的清净心。布施的外相人人可见，
但内心是否住相，只有自己知道，佛意了然。我们若能常常内省自己布施的起心动念，就能慢慢放下住相，转凡心为菩提心，让每一个善行都成为解脱的阶梯，而不只是轮回的装饰品。真正的功德不在于你捐了多少钱，做了多少善事，帮了多少人，而是在于你行善时那一念是否清净，是否无所住。很多人误会了功德的定义，以为只要做善事，佛菩萨就会自动替你加分，安排福报。旁福功德是可以计算和累积的积分卡，但在佛法里，功德不是外在可见的成就，而是来自我们内心的转化，是在行善过程中断除了多少贪念、慢心、执着与分别。真正的功德是心无所住、无所染、无所求的状态，是在布施中发出一份不着相、不为己的慈悲。《金刚经》说得非常明白，菩萨于法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这一句经文其实揭示了功德的根本密码。什么是无所住？简单来说，就是不把心挂在任何对象上，不执着于施者的身份，不执着于对象的反应，不执着于施物的价值。我们常常以为，我捐款了，就该有善报，我帮助了他，他应该感恩我付出这么多，应该会有好运吧。这些念头其实都是有所住，就是把心住在我他和事上。这种布施再多，也只是表面的善行，并没有真正达到清净心，反而会在不知不觉中增长我执，让自己更难从烦恼中解脱。佛教强调三轮体空，也就是施者、受者、施物，三者皆空，这才是真正圆满的布施。所谓体空，不是什么都没有，而是心中不执着，不把任何角色物品关系当作实有。举例来说，当我们给一个乞者饭吃，若心里没有我是行善的人，也不管对方是否会感恩，也不执着这一碗饭的价值，这种无我无住无求的布施，哪怕只是一顿便饭，也有无量功德。反之，如果我们布施千金，但心中充满期待，比较计较，那么这份布施就变成了交易，只是染于的善行，功德自然无从谈起。佛陀在《大智度论》中曾说，布施有三种：一者施物清净，二者施心清净，三者受者清净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施心清净。施物再多再珍贵，如果心不清净，功德也会随着执着而消散。反之，即使施物微薄，只要心真诚无住，就能感通诸佛，利益无量众生，也能转化自己内在的业力与烦恼。修行就是从心开始积功德，也是从心转化开始。当我们能在布施中放下我帮了谁，我付出多少，我应得什么的念头，取而代之的是，这是一个练习慈悲与放下的机会，这是我心中慈悲自然流出的行为，那么我们的每一份善行都是心灵的进步，也是功德的开展。我们不再为了回报而行善，而是因为不忍众生受苦，不忍自己陷于贪著，所以愿意去做。这样的善行就能从轮回的善业转为解脱的功德。所以真正的功德是来自那颗无所住、无所求、无所执的清净心。这样的功德不会在账本上显现，也不会马上变成好运，但它会在我们的生命中默默开花结果，让我们的内心越来越柔软，越来越自在，越来越接近佛陀所说的菩提心。当我们布施而无所住，行善而无所求，那一刻就是我们从凡夫走向菩萨的转捩点，也是功德真正诞生的时刻。佛法从来不重形式，而是看重心念。清净心就是最珍贵的功德之源。要练习不住相的布施，其实不需要等到有大笔金钱或特别机会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能开始修。佛陀教我们，修行不是逃离生活，而是在生活中锻炼清净心。当我们在帮助别人、施舍财物、给予关怀的时候，先观察自己的起心动念，我是为了别人好，还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高尚？我是想真心付出，还是想换来回报？这些念头一出现，就是住相的开始。练习的方法，第一步是察觉。我们不需要马上做到完全无助，而是从觉察开始，不逃避，不否认，把自己的一念一行都当成修行的镜子。第二步是放下，放下我在做善事的身份感，
也放下对方该怎么回应的期待，让布施变成一种自然的流动，如云出岫，如水润物，不求掌声，不求回报，只是因为当下该这么做。第3步是转念，当发现自己起了贪功德求回报的心时，不要责怪自己，而是提醒自己，这是我修清净心的机会。就像健身的人发现肌肉酸痛时知道那是成长的讯号。佛法强调于行中修，也就是在生活的每个举动中锻炼无助之心。一句安慰，一杯水，一份力，只要发心无求，即是无相布施。久而久之，我们会发现，当我们越少计较，越不着相，内心反而更自在安稳。这正是佛法所说的福慧双修，在日常中实践空性，让慈悲真正落地生根。当我们一路走来，理解了什么是不住相布施，也明白了住相的布施为何无功德，最后我们该如何在内心真正放下对象的执着，让功德自然显现，这就是修行的核心所在。佛陀之所以强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并不是否定我们行善的价值，而是要我们看清楚，如果我们的行善是建筑在我做了什么，我得到了什么，别人怎么看我这些念头上，那么看似有形的功德，实际上如泡影，如梦幻，转瞬即逝。而真正能随着我们生命延续深入内心，超越生死的功德，恰恰来自于那一颗无所住的清净心。所谓相，是我们内心对万事万物产生的执着与认定。例如，布施时认为这是我给的，帮助他人时认为他应该感恩，甚至行善之后不断思考这样会不会有好报，这些都属于住相。当我们的善行与内心的贪嗔慢疑缠绕在一起，就像是一盆本该清净的水，被倒入了各种染色剂，看似仍是水，但已经不清澈、不透明、不自然。佛法要我们修的是空性智慧，就是要看到这些相都是因缘所生，虚妄不实，是可以放下、可以穿透的幻象。当我们放下这些相，心自然清净，那份从慈悲中发出的布施，也就变成真正的功德。维摩诘经中有言，不住于相，名之谓布施。这句话再次点明了布施的价值不在于数量与形式，而在于我们的心是否能在当下超越分别，超越自我，超越贪求。修行不是要我们什么都不做，而是学会用一种没有执着的心去做。这样的行为不但能利益众生，更能利益自己。因为当我们内心无所执着时，烦恼不起，业障不生，智慧现前。这不正是佛法所说的功德吗？有些人会问，那我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功德呢？佛陀的回答从来都不是看表面结果，而是看我们的内心是否越来越安稳、柔软、慈悲、有智慧。如果你行善后没有再去执着结果，反而感到一种放松、清安无求，那么这就是功德开始显现的证明。反之，如果你行善后开始计较、期待、烦恼，那么这份布施即便看起来很大，实则只是善业，无法引导你超越轮回。总结来说，真正的功德不是追来的，也不是求来的，而是放下来的。放下对我做了什么，别人怎么看我，这会有什么回报的执着，我们才会发现，原来我们内在的慈悲与智慧早就在，那才是最本真的佛性。佛法中的修行，不是让我们变成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，而是教会我们如何在日常中做一样的事，不是行善助人，但用一个完全不同的心，那是一种没有染于、没有交易、没有执着的心。那样地心就像莲花一样，出淤泥而不染，是真正通往解脱与功德之路的传法。所以我们今天学习不住相布施，并不是要我们退缩，害怕行善会没功德，而是邀请我们在每一次行善中多一份觉照，这一念是出自贪求，还是出自慈悲？这一行是为了果报，还是为了放下？当我们越来越多地练习用清净无助的心行善，便会发现真正的功德不在外面，而是每一次念头转纯净，每一次行为不求回报时，内心升起的那一份安详与明朗，这就是功德自然现前。当我们明白了不住相布施的真正含义，
也走过了对功德的误解与执着，心中或许会升起一种从未有过的清明与宁静。原来我们不需要靠累积形式上的善行来证明什么，也不需要用回报来衡量自己的价值，我们所要修的是一颗无所住的清净心，一种不为自己、不为名利、不为果报，只为慈悲的发心。这颗心才是佛陀真正要我们找回的珍宝。修行的路从来不是走给别人看的，而是一次又一次的在内心深处把那些想要抓住的、计较的、证明自己的欲望轻轻放下。当我们能够这样布施，即使只是一句安慰的话，一个善意的眼神，一份默默的付出，也足以感动天地，利益无量众生。因为那份善不染自我，不求果报，纯净无染，自然升起圆满功德。让我们在生活中持续练习，不为了做给谁看，不为了求什么果报，只因内心真诚流露，让每一次善行都是一场无声的供养，让每一个当下都成为与佛心相应的修行时刻。愿我们放下对象的执着，愿我们的布施不染功利，愿我们的心越来越清净自在，以此功德回向一切有情众生，愿他们也能离苦得乐，发清净心，行清净道，共证菩提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我们以为布施只是给出一点钱物，却不知道佛陀真正要我们给出的是那颗不执着的心。我们以为功德来自外在的行为，却忘了真正能改变命运的是那一念清净与无求。从不住香布施开始，我们学会了在善行中放下得失，找回内心的自在与清明，但这还只是修行的起点。下一期我们将走进《金刚经》另一句充满震撼的经文：3000大千世界。这不仅是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巨大数字，更是佛陀对宇宙观的深刻开示。你知道吗？这3000大千世界并不只存在于外在的星辰宇宙，它也藏在我们的每一念心中。当你改变了新的边界，你的人生格局也会彻底翻转。下一集我们将一起揭开3000大千世界到底有多大，为何佛陀要用这个概念来打开我们的视野，如何从中突破自我设限，走向更宽广无碍的人生。记得订阅，一起听懂佛陀智慧背后对我们人生最深的启发。